欢迎回家的晚宴上，我父母领养的女儿克洛伊凑到我耳边，轻声说：“安斯沃斯家只需要一个女儿，你不过是他们从街上捡来的垃圾。”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于是我转身走进十字路口，径直迎向迎面而来的车流。我的新家人们彻底疯了，他们把我拖回路边，哀求与怒吼乱作一团。我哥哥伊桑满脸怒容，警告我绝不能再这样惹他妹妹伤心。我顺从的点头。那天深夜，我下楼打开煤气灶，却不点火，在灶台上留了张字条：都是我的错，让姐姐难过了。我想带全家人一起上天堂，这样大家就都不用烦恼了。自那之后，他们看我的眼神仿佛见到了鬼。几周后的一场派对上，克洛伊和他的朋友们把我堵在泳池边，他们一起推搡，把我扔进了深水区。但我没有挣扎，连踢水都没有，我只是任由身体沉向铺着蓝色瓷砖的池底。恐慌爆发了，克洛伊完美的妆容被水花打花，不得不跳下水，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拽上来。你这个白痴，他咬牙切齿地说，水从他嘴里流出来，你要是真淹死了，爸妈会恨死我的。他把我拖到池边，你至少不能假装扑腾2下吗？他不知道的是，我以前反抗过，反抗的代价是以更惨烈的方式一次又一次的死去。这是我的第10次人生，这一次我只想彻底死去。泳池水的氯气灼烧着我的胃，一种熟悉的灼痛，是伊桑把我完全拖出水面的。我瘫在池边的瓷砖上，咳出一大口水，身体软绵绵的。克洛伊的脸惨白如纸，他的朋友们开始结结巴巴的辩解，声音慌乱地重叠在一起。我们只是开个玩笑。就是啊，谁知道他就那么沉下去了。没人溺水的时候会一动不动。他是不是想讹我们？伊桑把西装外套裹在我颤抖的肩膀上，我挣扎着站起来。我的牙齿不受控制的剧烈打颤，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努力挤出笑容，直视着克洛伊。姐姐，你让我进去，我就进去了。我的声音很轻。我听你的话。克洛伊明显的打了个寒战，他后退一步，仿佛我是个怪物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他尖叫道，我从来没让你那么做。他的眼里涌出泪水，这时我们的父母被骚动吸引，匆匆赶来。爸爸妈妈，别听他的，他疯了。克洛伊啜泣着，颤抖的手指指着我，萨迪想陷害我。父母看着湿透狼狈的我，表情凝重。克洛伊的一个朋友，一个穿着名牌裙子的女孩开口了，是真的，安斯沃斯先生夫人，他自己跳进去的。我们想帮他，但他连我们的手都不抓。我从伊桑的手臂后探出头，脸上写满了纯真和无辜。我不是拒绝帮助，我轻声说，只是姐姐让我做的事，我必须完美做到，不然她会不高兴的。我看了看妈妈，又看了看爸爸，最后看向哥哥。姐姐不高兴，伊桑就不高兴。他们不高兴，你们就不高兴。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充满真诚。所以，请告诉我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让你们都开心？露台上死一般的寂静，每个人都盯着我，仿佛我该被关进疯人院。伊桑的身体在我旁边变得僵硬，他抓着我手臂的力道突然大得吓人。萨迪，闭嘴！父亲厉声对管家说，带萨迪小姐回房间，打电话给米勒医生，我要他做个全面评估。然后他转向克洛伊，目光异常严厉。克洛伊，你跟我来。现在。克洛伊一直是这座城堡的公主，连句重话都没听过。父亲的语气让他瑟缩了一下，强忍的泪水终于决堤，他开始真正的痛哭。爸爸，不是我，我发誓。看着他们烦恼的面容，一股深沉的疲惫席卷了我。你们这些人到底还想要我怎样？当克洛伊的玩具贵宾犬跑丢后，他给我套上项圈，让我从地上的碗里吃狗粮，睡在狗屋里当他的新宠物。他和朋友们去露营时，把我塞进密封的睡袋，一脚踹下山坡。
我记得骨头撞在石头上的碎裂声，剧痛尖锐到麻木，然后我才窒息而死。他低头看着我扭曲变形的身体，只是撇了撇嘴。看来这睡袋质量真差，我得给个差评。一丝残忍的微笑浮现。幸好有我，妹妹，帮我测试了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反抗他的折磨。他说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所以，为什么，妈妈、爸爸、伊桑，为什么你们还是不高兴？2. 医生离开后，我母亲埃莉诺端着一杯温牛奶走进我的房间，坐在床边。她看了我很久，表情混杂着怜悯和困惑。萨迪，告诉我实话。她的声音很轻。你真的这么恨这个家吗？我摇摇头。我不恨你们。那你为什么做这些事？为什么总伤害自己？我小口喝了点牛奶，认真思考了他的问题才回答，我只是想让大家都开心。他的眼圈瞬间红了。但你是我的女儿，我亲生的女儿，你不用讨好任何人。我放下杯子，抬头看他。但我回家后，克洛伊不开心，伊桑不开心。我的目光很平静。妈妈，找到我是不是个错误？这个问题让他哑口无言。他只能把我搂进怀里。不，萨迪，你不是错误。他的怀抱很温暖，但这只让我想起了另一段人生。那次，克洛伊用水果刀划破自己的手掌，倒进同一个怀抱哭泣。埃莉诺那时看我的眼神冰冷刺骨。她把我锁进一个黑暗发霉的储物间，任由克洛伊在外面拧开旧煤气管道阀门，说我什么时候想明白怎么不再伤害姐姐，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？那时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，我只想活下去，让他们喜欢我。现在我只想死。然后突然间，我母亲叫我宝贝孩子了。第二天开了家庭会议，克洛伊哭了一夜，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，抽泣着说，我真的没推他，我只是害怕。他看着父母，声音发颤，我怕他回来了，你们就不要我了。这就足够让伊桑的保护欲燃烧了。妈，克洛伊不是有意的，他只是没有安全感。他立刻为他辩护，看看萨迪，他才来了几周，就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。他指着我，脸上满是厌恶。他不正常。我父亲理查德揉着太阳穴叹了口气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他做了决定，我们给萨迪找个心理医生，让他得到适当的帮助。预约那天，我配合极了。医生问的每个问题我都回答了。你为什么总想着死？我坐在柔软的皮沙发上，晃着腿。因为这是让所有问题消失的最简单办法。心理医生扶了扶眼镜，试图引导我。但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你死了，爱你的人会心碎的。我眨了眨眼，真的很好奇。爱我？我微微前倾。你是说像孤儿院那个女人那样的爱？一边说爱我，一边看着别的孩子打我？还是说像买下我的那个男人那样的爱？一边说我是他的乖女儿，一边把我锁在狗笼里？或者我顿了顿，瞥了一眼门，是像我哥哥那样的爱？警告我不要惹他宝贝妹妹生气，却等到我快淹死了才把我从水里拉出来。我凑得更近，声音压低，像在分享秘密。医生，他们不爱我，他们只是怕我死在他们家里，惹上麻烦。他们觉得我有病，需要治疗，但我没病，我只是在听他们的话。为了让他们高兴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他们想让我死，那我就去死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医生握着笔的手僵在半空，他的脸完全白了。3. 心理医生把我的每一句话都原原本本汇报给了父母。他的最终诊断令人不寒而栗，我没病，至少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病。我在用一种极端的自毁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和报复。我的精神状态像一根绷到极致的弦，任何轻微的压力都可能让它彻底断裂。对我而言，主动求死成了终极的防御机制。听到这个诊断，母亲把自己锁在书房待了一整天。父亲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
只有伊桑仍然坚信这全是表演。萨迪在耍你们，他坚持道，你们都上当了，这只是他想赶走克洛伊的变态手段。克洛伊躲在他身后，用怯生生的眼神偷看我，但我能看到他眼底深处闪过的一丝得意。只要伊桑站在他这边，他就觉得自己战无不胜。妈妈，爸爸，别担心，他声音轻柔，充满关切，我会对萨迪好的，我会帮他好起来的。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沉重。为了试图让一切正常化，父母决定让我转入国王学院，那所克洛伊和伊桑就读的顶级私立学校。他们天真的以为，让我处在正常的同龄人环境中或许有帮助。克洛伊是第一个反对的，他惊恐地睁大眼睛。我不要他去我的学校，大家都会笑话我的。父亲第一次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，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。克洛伊冲回房间，但我知道他不会就此罢休。果然，入学第一天，我就成了焦点。谣言早已像野火般传开，安斯沃斯家失散多年的继承人是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子。克洛伊身边总围着一群女孩，一边同情的窃窃私语，一边朝我投来尖锐的目光。克洛伊，你姐姐好怪，眼神空洞的吓人。听说她用煤气想毒死你们全家，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？你可得小心点，万一她想害你呢？克洛伊会摆出一副痛苦、哀伤的表情。你们别这么说，我姐姐她只是病了，她越维护我在别人眼里就显得越可怕。孤立立刻降临，且彻底。没人跟我说话。我的课桌周围被用粉笔画了圈，墨水泼在我的课本上。我不在乎，跟孤儿院比，这简直是小孩子的把戏。体育课上，老师让我们自由活动。体育委员克洛伊的一个朋友命令我去器材室拿篮球。我刚踏进去，沉重的门就在身后咔嗒关上，锁舌滑入锁孔，房间陷入黑暗。隔着门，我能听到克洛伊和朋友们咯咯的笑声。他这种神经病就该关起来，不该放出来。克洛伊，你说他会不会在里面发疯咬自己？哈哈，很有可能。你该把门开条缝看看。不要，我才不要靠近他。离下课还有40分钟。我只需要等待。黑暗狭小的空间给了我一种奇怪的安宁感，我感到昏昏欲睡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外传来不耐烦的声音：嘿，里面的疯子，死了没？停顿一下，没死就吱一声。我没理他。片刻之后，那个声音又响起，带上了恐慌。他没动静，万一真出事了怎么办？出事就出事呗。是克洛伊的声音，冰冷而不屑。他死了，还有我给爸妈养老，让他自己想法子把门弄开吧。我们走。他们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我闭上眼睛，打算好好睡一觉。突然，一股刺鼻的焦糊味弥漫开来。烟火势以惊人的速度蔓延。不到3分钟，浓烟就呛得我喘不过气，小小的器材室变成了熔炉。我没有呼救，没有砸门，我只是抱着一个篮球，蜷缩在离火焰最远的角落。意识开始模糊，这样很好，我想，这次终于能成功了。不用跳楼，不用煤气，没人会从水里救我。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离开，不麻烦任何人。这人生一结束，我终于能摆脱这具躯壳，继续前进。这具伤痕累累的躯壳，手腕骨折的次数多到数不清，腿上布满烟头烫痕。我再也不用过这种痛苦、可悲的试图讨好所有人的生活了。就在我即将完全失去意识时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，门从荷叶上碎裂开来，一个身影在火焰的映衬下冲了进来，把我从地上抱了起来。是伊桑，他的衣服被烟灰熏黑，脸上混杂着恐慌和惊惧。萨迪，醒醒！他把我抱出火海。外面的草坪上已围满了人。当克洛伊和他的朋友们看到我活着出来时，他们的表情混杂着震惊、愧疚，以及一丝无法错辨的失望。
我被放在草地上，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。伊桑跪在我面前，声音紧绷，是我从未听过的紧张。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我看着他，胸口随着咳嗽剧烈起伏。哥哥，你又救了我。我直直盯着他的眼睛，语气平淡却带着真诚的遗憾。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差一点就死了。伊桑的脸色阴沉下来，他抓住我的肩膀，声音嘶哑地吼道：你为什么不呼救？为什么不试着砸门？你就那么想死吗？他摇晃着我，失去了控制。萨迪，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有回答他。相反，我的目光转向人群中的克洛伊，他像被击中一样瑟缩了一下。不是我！他尖叫道，火不是我放的。我不知道怎么着的。他的朋友们立刻附和。我们早走了，跟我们没关系。萨迪自己去拿篮球的，我们只是告诉他器材是在哪。就在这时，校园保安主管气喘吁吁地跑到校长面前，找到原因了。是器材室的老旧电线短路起火，是一场意外。人群中响起一片松气声，克洛伊的肩膀垮下来，立刻又戴上了那副脆弱无辜的面具。哦，萨迪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！他哭喊着朝我冲来。都怪我们不该跟你开那种玩笑，让你一个人去拿器材。他想拉我的手，我猛地缩回，像一个长期受虐的动物，本能地避开他的触碰。然后，在所有人面前，我第一次开始尖叫哭泣。那是一种原始的、刺耳的、充满恐惧的哀嚎。对不起，姐姐。对不起。我应该待在里面，可我不喜欢那个黑屋子。我不喜欢。我抬头看着他，脸上满是泪水和烟灰。下次，我抽泣着说，下次你能换个方法让我死吗？求你了。